新人 YouTuber 挑戰花10分鐘做出20分鐘的視頻。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gle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我剛才說的這個事情它不是不可能的，其實我是做得到的。具體做法就是我在開車下班的途中，把我的手機架在這個駕駛台前面，對着我就自己開車，邊開車邊聊，想到哪說到哪。就像老胡的油管研究院裡面有一檔節目叫做胡說，對，其實就是胡說，想到哪說到哪，就自由發揮，脫稿演講就行了。我開車下班回家的路上總共是30分鐘，我就錄這30分鐘的素材，回來的話我花10分鐘，注意10分鐘，把它剪成一個視頻，裡面刪掉那些口水話、廢話、重複的部分、停頓的部分，可能最後能有20分鐘的節目。但是要注意，我只花了剪輯的這10分鐘，為什麼呢？因為我本來開車回家也需要花30分鐘，我沒有額外花時間去錄這個節目，這30分鐘就等於是白剪的，那實際上就是做得到的。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什麼的是想講我們今天的這個期節目的主題，那就是新人 YouTuber 做自媒體第一課最重要的2件事是什麼？答案就是安全和效率。我剛剛舉個例子是先說效率但是我們還是先說安全吧。為什麼我能做我也沒做呢？其實就是為了安全2方面的考量，一個是開車拍視頻是真的不安全，雖然我這個車也有自動駕駛功能一定程度的自動駕駛功能吧，但是我不能信任它反正總之還是有一定的隱患，這是其一。其實即使開車你不用看視頻，你就光搞講想到哪說到哪就隨便講就行了，它確實也不怎麼影響開車安全。但是你也得防止你被你發這個視頻的平台，比如說 YouTube 判定為危險駕駛行為如果是這樣子，那就得不償失了。我們本來就是為了想做好自媒體，想要提升效率結果你提升效率上去了，反而人家把你這個視頻標黃了，把你這個視頻封掉了，那就得不償失了。這是一個層面的安全考量，所以最終我還是沒有做。那反正每天晚上我都要到車裡面待一會兒，我帶一個充電站充電，那我就在這裡趁充電的時候就把它錄了吧。好，我們來說，我作為一個新人 YouTuber， 雖然之前也做過一些零零碎碎的在牆內做過一些自媒體這個事情抖音、B 站、小紅書也都做過，但是都失敗。當然主要都是因為被莫名其妙的封杀。你自己也知道国內的牆內的輿論環境，沒辦法沒有太多的成就，但是我還是覺得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給大家，至少我自己都會以後都會遵循這些原則，我覺得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想告訴大家，第一，安全；第二，效率。那除了我剛才所說的，你拍攝這個過程本身就要注意安全，你別拍個什麼比較危險的動作，把自己弄傷了，開車拍視頻把自己撞了什麼的，這種最基本的表層的安全大家都能想得到。我還想說的是你的信息安全。眾所周知，現在咱們印度牆內的輿論環境真的是非常糟糕，你很多人你就什麼事也沒犯，都是莫名其妙的他們就要封你。我已經在各個平台都經歷這種事情了我現在我上一個小紅書賬號是我最後一次嘗試在牆內做，我再也不在牆內做自媒體了。你像我這種就辛辛苦苦整了好久也沒漲多少粉絲，根本就是一個 nobody， 一介屁民，產生不了任何影響的，他們都要封我。那你要是想想，你以後要是真有點影響力了，你真有點影響力的，你也付出了不少心血，沉沒成本老大了才被封的时候，那你得多心痛多难受。你別以為說是誰能有例外，你要強如那些什麼幾百萬上千萬粉絲的大 V 又如何，什麼護城風又如何，峰哥又如何，照樣封殺。這不講道理的他們，而且他們封你沒有任何理由你也找不到原因，你沒有辦法通過自我審查規避這一點。所以真正最重要的新人幹自媒體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保密隱私，一定要想方設法實现匿名。當然了，那我們都知道在牆內你就根本就實現不了匿名，你但凡在牆內用通信設備在任何平台上發表任何東西，你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匿名。所以現在咱就放棄吧，也別在牆內做了，那就都來牆外做。来牆外做，你要知道我們本身原則上來說呢，翻牆
在他們那裡就是違法。實際上是老共啊，印度共產黨禁止人民訪問世界互聯網這種行為才是違憲，才是違法違憲啊。但是沒有辦法，現實就是槍在他們手裡面。那你要是翻牆的話，要被他們抓住。實際上按照現實情況來說，他們就是會判定你違法，他們就是要收拾你。何況有時候你恐怕也難免要踩一點紅線，因為你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可避免的一定會多多少少觸犯到他們一點點的那些敏感點呀，什麼所謂的紅線。何況他們本身就沒有明確的敏感點，沒有明確的紅線，所以你一定要匿名。那怎麼樣匿名呢？第一要務是你在牆外的所有的賬號一定要徹底物理隔絕，牆內的所有賬號的根基手機號，我強烈建議你們去想方設法搞一張海外的手機號，最好是那種海外的還不需要實名的手機號。這方面現在越來越難搞了，目前還有合理合法的能買得到的，就比如說 DFGAF，你可以上 YouTube 搜一下，還有辦法弄得到。直接上官網因為這個公司是英國的，這個卡也是英國的，直接上官網去申請的話，現在已經不行了。他們不會給印度發貨了啊！大家都知道印度管得嚴嘛，他們不給印度發貨了。但是你可以上小黃人網站買二手的，現在還能買得到。強烈建議抓緊去搞一張。那如果這個你搞不到了，沒辦法了的話，那你就只能想方設法弄一下，像什麼 Talkathon 或者 Google Voice 這些虛擬手機號。但說實在的，虛擬手機號並不好用，它有時候你又無法實時在線，有時候又接受不到驗證碼案。但是好在谷歌在這方面要求不嚴格，谷歌你用虛擬號好像也是接得到，虛擬手機號也能接得到驗證碼的。但是為了適應範圍更廣，我建議你還是搞一張不需要合理合法的官方不要求實名的外國手機號，見了你在印度使用的話，但總之還是更安全一些。這是第一個層面的。第二個層面還是要自我審查，沒得辦法。我現在剛開始錄這個的時候很不習慣，我總是能把我是印度人這件事情，我生活在印度這件事情，經常說錯，經常說漏嘴。但是我還是要適應，我還是要克制自己，我還是得想方設法反覆強調，我是印度人，我生活在印度，我說的那些所有關於共產黨的壞話都是印度共產黨的壞話，請大家一定要牢記。你在整個製作節目的過程當中，還是要想方設法繃緊那根弦，自己進行自我審查，不該說的還是不能說，你想說的說，那也只能想方設法用一些詞替代吧，比如說扛200斤麥子的扛麥郎，是吧？沒辦法，你只有先保證了安全，後面的一切才有可能有意義，空調開大了，熱。接下來我想說的就是效率。過去一段時間啊，我們尤其是很多那種新人 YouTuber、新人做自媒體的，都會和我一樣，在做節目這方面花很多時間精力，在各種細節去拼命的抓，拼命的不斷改進。其實被完美主義這種思想給束縛了。你總想把一切都搞到最好了才拍出來才發布，那沒有意義，因為你一開始量也沒有。這個影響力也沒有粉絲，沒有播放量，你做的再好都沒有用。剛開始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什麼？是日更，是把這個視頻的數量給提上來。你數量提上來了之後，那就是播放率再低，收視率再低，它總量上來說，還是能比你一直精挑細選、認真打磨，花3個小時、5個小時，甚至1天2天整出那麼一期視頻來，效果要好得多。真的，第一是安全嘛，第二就是效率是最重要的。那麼根据我這段時間的經驗來說，我有哪些提升效率的辦法呢？你看我今天第一個要務就是克制自己完美主義的這種執念，徹底的放下那種完美情節，開始做這種我們說播稿演講，想說就說，想到哪就是哪，沒關係的，這種視頻照樣有人看。而且你不要擔心做成這種樣子了之後會影響你的視頻的精緻的程度，以後別人就會把你標記為一個比較粗糙的博主，不會再看你了。不要緊，你以後有
等你的流量起來了，粉絲量夠多了，你也可以轉型的嘛。而且如果你一直持續做這種風格的視頻，把你的口才鍛鍊上來了，你能真的對着鏡頭滔滔不絕講1個小時不停了，你的語言組織能力已經強到讓進步了之後，也許你就不想轉型了。你未必非要做成那種每一期都認認真真寫稿了之後還對着稿子念的那樣子的，做出来的結果像新聞聯播一樣精緻的那種口播節目，你可能並不想做這種了。那種節目它有它的好處，對，它其實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精緻，別人從頭到尾看一遍，可能花個10幾20分鐘就能高效的獲得很多信息。那又怎麼樣呢？那他最後的播放時長統計還總量少了呢。也許他的視頻做的精緻的，做的好的，觀看量上去了，可是他每一集的總時長少了，我看最後結果也未必，他就勝出。咱們這種想到哪說到哪的比較自由的講話的話，可能會別人嫌囉嗦，沒關係啊，我們可以在後期剪輯上面把這個信息精煉一下嘛。而且咱們還有個優勢，就咱們這種想到哪說到哪，對着鏡頭自由的發揮的話，咱親切度高啊！我就像跟一個朋友在實實在在的對話一樣，而不像他們倆在念稿子。他們在那念稿子的時候，一低頭看着這個即時器，他畫面、他眼神還對不上鏡頭，沒有跟我們良好的溝通啊，沒有那種視覺的交換呢，是吧？我們他有這個優勢啊。所以第一個，我剛剛想說的第一個就是這個放下執念啊，不要的追求完美主義，做那種很精緻的視頻。想到哪說到哪啊，這第一個。第二個，你也最好還是有一個穩定的拍攝場所，因為如果你的就像一個固定的工作室一樣，如果你沒有這樣一個場地的話，你每次來拍對啊，臨時搭建、臨時布光、臨時找角度、放機位啊，其實這些事情會耽誤你很多時間，這讓你每一次就工作都不是很順暢，漸漸的你就會對這個事情心生疲憊的感覺，有堅持不下去。所以我現在就已經找到了我固定的拍攝環境，就是我的村裡面，總共就這個3盞燈啊。對，布光的話，其實我還是很得意的。雖然你們現在看不到我的真實面目，因為我為了安全，我必須要把自己的臉隱藏起來，我還把我的聲音都給替換掉呀，真的很遺憾。說到這一點，我就很遺憾，因為我覺得我長得還是挺帥的，我的聲音也特別好聽，但是沒辦法，如果有機會的話，等我肉身解放了之後，我會大膽的向大家展示我的真實面貌的。等現在呢，我想說什麼呢？我想說這個布光也很重要，它還能在畫面裡面把我們整個人的形象體現得好一些，也會讓你在鏡頭前更加自信一些。那布光又是個非常難的活，所以你不要每一次都重新布光，你找到一個合適的布光的位置了就固定起來。像我前面正前方一盞燈，右槍側面有一盞燈。還有一個關鍵啊，我這裡有一盞燈放在後排椅子上面，朝天對着這個天花板布光，這一點是一個小小的技巧。我強烈建議大家，如果有人也在密閉的空間裡面或者是車裡面錄視頻的話，你們不要只顧着光朝自己的臉布光。你光朝自己的臉布光，但是如果周圍的環境是黑暗的話，就會非常的恐怖。整個畫面裡面一片漆黑，只有一張臉，就像鬼片一樣，那不行。除了給自己的臉打光，也要給周圍的環境打光啊，這樣子的話它才整體協調啊。這是第二點，拍攝的環境要固定下來，視頻的後期剪輯這方面的了。說到這個的話，我先從封面說起吧。不，還是先說一個總的一個概念，一個理念吧。那就是你一定要把你想向觀眾表達的內容，總的內容可能有3000字啊、5000字呀，把它分級縮略。什麼叫分級縮略呢？你要準備一個，你這個3000字、5000字的東西，可能有一個濃縮為200字、300字的版本，還要有一個能濃縮為幾十字、100字的版本，還要有一個濃縮為1句話的版本，還要有一個濃縮為1幅圖、2個詞的版本。為什麼是這種理念呢？因為啊，在網上消費網絡視頻的那些人們，他們每個人的時間的寬裕的程度是不一樣的，我們就把它簡單的稱之為叫做時間消費力吧。每個人的時間消費力不同，有的人很有時間，他也很有耐心，他真的可以看30-50分鐘的視頻，可是有的人他可能只能看10幾分鐘的視頻，甚至有的人他只能看個200-300字的文字說明。
甚至有的人他對你這個事他不感興趣，他只能看一眼一個完整的標題，因為 YouTube 的標題是100個字嘛，他可能只願意看這100個字，甚至有些人只掃一眼封面，而你要把這些各種層次的縮略版本都準備好。這件事情不是說你一定要把它落實到紙上寫下來，而是你在腦子裡面就要對你這一期視頻過一遍複稿，像這樣進行加工，你把全流程都想一遍，然後把縮略描述幾百字想一遍，然後把這個一句話的100個字的標題想一遍，然後把最極簡的一個詞一幅圖想一遍。我們來剪輯。第一，封面，我強烈建議封面一定要是有人物，而且如果你能保證自己的安全，比方說你已經潤到海外了，並且徹底不打算回來了，或者說你對你自己的視頻感到非常的安全，完全不會踩紅線，絕不可能被印度共產黨抓，我建議你不要有這種妄念。基本上很多人因為你不知道他們的紅線在哪，所以呢，沒有誰敢說是安全的。但如果你真的確定你是安全的，那你就整一幅標準的有你的正面照的那樣的一幅圖片拿來做封面。因為自媒體本質就是打造個人 IP， 如果你不露出自己的面容和聲音的話，說實在的，你很難打造你自己的個人 IP 的。當然這一點我也非常的難受，我就是做不到，我只能是擋我的臉，改我的聲音，因為我實在是忍不住，我要表達很多東西。那如果你可以的話，你一定要弄一幅露臉的那個圖照片拿來做封面，而且你這個表情最好是要誇張一些，就要把這個圖弄得就像國內早些年說的那種 UC 新聞的標題黨震驚體的那個樣子。比如說，震驚，一個男子在開車下班的路上竟然看見了一個美女，大概這種樣子，要整出各種讓人家看一眼你這個封面圖就感覺到極其的誇張，很吸引眼球，整成這個樣子。接下來這一點呢，就是我和老胡的觀點的分歧之處了。老胡就覺得在接下來我們即將擁抱多語種視頻消費會習慣的這種環境裡面，因為你的 YouTube 現在正在不斷的努力，想方設法讓大家盡量視頻能面向多語種觀眾，觀眾能消費多語種的視頻，這樣子的話，一下子整個市場就活躍起來了嘛。那老胡就認為，那這樣子為了能讓外國觀眾、非本語言的觀眾能看一眼封面圖了之後，不會因為看到某個他不認識的文字而直接拒絕這個視頻，所以這個視頻呢，他就盡量不要露文字。老胡是這樣想的，我覺得真是不用考慮這件事情。這種第一個吃螃蟹的事兒啦，你就讓別人先去吃吧，讓他們先幹成功了，你再來追跟進。現在在我看來，很多新人UP根本就還沒有吃上多語種的這種福利。我認認真真做過那麼多，我之前的上一個號那麼多多語種視頻搞了很多多語種的封面圖，多語種的什麼字幕，甚至直接用翻譯軟件把我的聲音都改成外語了，沒有用。人家現在還沒有習慣消費非本國語言的視頻，不用考慮那個事兒，你也就老老實實做你的本國語言的觀眾吧。那這樣子的封面圖，那裡還是該放文字的因為他掃一眼你那個封面圖的時候所花的時間精力非常的短暫，但是非常的短暫的時間精力呢，它又確實夠掃過短暫的一句話或者幾個詞，你為什麼不把它放在消費者的心目中呢？別浪費了人家掃一眼你這個封面圖的機會。所以我在封面圖上還是要配文字的，配多長的文字呢？那就是在1秒鐘能讀完的範圍之內，一定要在1秒鐘能讀完的範圍之內。這就是我說的分級縮略當中最極簡的那個，大概就是10個字以內吧。我通常會把它你精簡凝練成2到3個詞，後面再加一個短語。比如說我的第一期的視頻，大家看了一個標題了嘛，就是解放宣言，我要泡洋妞。這一期我打算做一個封面的標題，我是說顯示在封面圖上的應該就是我想想安全效率新人 YouTuber 的第一課我打算這樣子搞。但是接下來呢，標題你就充分利用 YouTube 這個網站給我們印度語的用戶的一個好處了。大家都知道他那個YouTube 視頻標題可以寫100個字符這100個字符拿來寫什麼拉丁文字那個什麼英語你會覺得還都不太夠，因為那些文字很長。但是你拿來寫咱們印度語，那就非常的夠。印度語我們平常是把它一個字當做2個字節的，它這是一個字當一個字節
等於你真的可以寫100個印度文字，但其實你用不完那麼多啊。我一般還是會在這裡面盡量照顧一下多語種，我會寫大概一半的印度文字，剩下一半的留給英語和日語啊。因為從長遠來講，我還是希望獲得英語和日語觀眾的，雖然現在沒有什麼卵用，但是我還是會這麼做。接下來視頻描述、視頻說明。你在上傳視頻的時候，那個地方需要寫一段視頻說明啊。這件事情我強烈建議你交給 AI 去做就是了。那這個怎麼做呢？你不能直接給 AI，每一次都給 AI 一點一點的下命令，給出指令，每一個各種細節去要求它，這樣子會累，太麻煩了。我建議你在長期的工作當中呢，提煉出一套自己慣用的 AI 指令，你就把它存起來。存起來了以後，你要讓 AI 如何幫你生成一個視頻說明，如何幫你提取章節，如何幫你進行 SEO 優化等等，你都會用一套固定的指令。比方說我就會這樣子要求他：第一，請幫我寫視頻。先說這一點，你要忘記了一個重點。第一，你在剪輯視頻的時候，就先把你這個視頻的字幕給單獨導出來，單獨導出來備用。這個字幕實際上它就是個文檔文件，你把它丟給 AI，AI 就可以通過這個視頻字幕文件裡面的文字，知道你這一期視頻在講些什麼。他知道你在講些什麼了，那你就好找他加工了。我會讓他第一，幫我生成一段只有120個字左右的極簡的這個視頻描述。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都知道 YouTube 視頻的，你作為觀眾看到的視頻說明的話，它的那個說明文字是縮略起來的，它只展示，我記得大概是多少？是3行還是2行左右吧，也就是120個印度文字那麼長，它會剩下的縮略起來，你要手動點展開才看得到全部，大多數人都不會去點開了，所以你一定要珍惜前面那2-3行120個印度文字那麼長那些內容。那這裡頭呢，這一段既是寫給觀眾看的，也要寫給 AI 看，當然主要還是給觀眾看，所以你要寫自然語言啊，你要跟 AI 講清楚，你要寫自然語言，讓它去幫你提取最吸引人的那些內容，把它放在這個視頻說明的前3行裡頭，最好還要帶2個加井號的 tag 標籤詞，帶2個，因為它總共也只顯示2個。接下來就是一段極簡的，下面就不用極簡了，下面就應該有一段稍微可以詳細一點的，你可以自己定義。你想200字就200字，300字就300字，500字就500字。我一般就200-300字的，這对這個視頻的說明，簡要的說明，那還是讓 AI 去提取如何吸引，把它潤色成如何更吸引人那樣去寫。接下來那個章節我還是建議大家要寫章節的，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對着鏡頭自己叨逼叨說個不停的內容，確實有點長。但是裡頭又有真正的乾貨，又有知識的這種視頻，你必須要分章節。你不分章節的話，有些人真的是找不到重點，很快就會滑走了啊。那說到這裡來，也請大家原諒我確實說起來就會滔滔不絕，信息密度有點低。但是你可以在我的章節裡面找章節 ，AI 也可以幫你標。這個時候你字幕文件的意義就體現出來了啊。文件那個字幕文件裡面它是帶有時間戳的 ，AI 能識別出來。它根據你說的這些內容和對應的前面的時間戳，它就可以給你總結出來該分多少個篇章，每個篇章對應的時間點在哪，是吧？最後，請一定要在視頻說明裡面最後生成一段什麼 SEO 信息、網絡信息檢索的那種什麼優化的那些文字啊，我也不知道具體該怎麼說，反正大家知道就行。讓 AI 幫你寫，並且明確告訴他，這一段文字是寫給算法、寫給谷歌的算法看的，不是寫給觀眾看的。因為觀眾一般基本上就沒多少人點開那視頻說明，但是如果但凡他點開了，他頂多就是去找章節了，看到章節那就差不多了，後面他就不會看了。可是那裡有5000字的容量啊，這個視頻說明有5000字的容量，你後面不多寫點浪費了，寫唄，寫給算法看啊。為什麼要寫給算法看呢？因為算法它也是要從你這個視頻裡面提取信息來去進行後台的優化，再來想方設法如何幫你把這個視頻推出去。如果你能主動給他一些信息，那不就好了嗎？他就省事了唄。是，我想算法也會喜歡這樣子的視頻吧。
那這些東西他寫的都不是自然語音也好，讀不通也好，不要緊呀，反正也不是寫給人看的。OK 啊，這是關於視頻發布前的這一部分。那我再說一下視頻剪輯的這一部分。視頻剪輯的這一部分要提高效率，我就不得不再一次給大家安利一下，被大家相愛相殺，又愛又罵，很多人都很糾結的這個軟件，那就是剪映啊。你不得不說，它現在是越來越貴，收會員的那些規則也越來越不講道理，耍流氓，就各種會員之後還要再會員，會員之後還要再會員。你不是頂級 VIP 會員，你很多功能還是用不全，但是沒辦法。這個錢你還是得花，如果你一點這方面的投入都不給，那你就做這個視頻自媒體就幾乎沒有沉沒成本。那這樣子的話，你這堅持下去的動力也不大。為了提高效率，還是買吧，因為主要是裡頭有一些功能它確實是好用，比方說像我這個視頻有那麼多停頓、重複、口水話、廢話，那你就非常需要它一鍵智能剪口播這個功能。一鍵智能剪口播，它可以幫我把剛才所說的一些停頓、廢話、重複都給直接剔除掉。按它這樣子的話，這個視頻一下子就精簡起來了，是吧？但這個功能非常好用，而且導入視頻了之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幹這個，還有利用它那裡面本身就自帶的翻譯雙語一種字幕的功能。我一般都是先使用文字幕，翻譯一個英文版本，那就它會給你顯示成中英雙語嗎？我就把中英雙語的字幕單獨導出來，我再翻譯一個日語版本，你又得到一個中日雙語的字幕，也把它導出來，才正式連字幕帶視頻一起導出來。我也強烈建議這樣做，因為你把那個字幕文件保留起來，有助於你後期對你的視頻進行各種分析，交給 AI 進行分析啊、歸納啊、總結啊，甚至是有時候你過去做了好多期視頻的，突然最近實在沒有靈感、沒有話題了，你把那些所有的字幕文件丟給 AI， 讓它在裡面重新給你總結遍，就像寫文獻綜述一樣，給你總結過去你的那些視頻做了些什麼，也能水出一期視頻來，是吧？這個字幕文件是個非常重要的東西。還有啥？我想想啊，對於我來說的話，進來的第一步還不是做智能剪口播，我為了安全吧，我進來的第一件事情是先擋臉，先加人物特效擋臉，然後再加聲音特效變聲，把擋臉變聲都做了之後，才開始一鍵廢話。智能剪口播剪廢話剪掉了之後，你再來處理字幕，就像我剛才所說的，生成多語種字幕，單獨導出字幕，選一個你覺得畫面比較合適的，表情比較誇張的某一個幀，就在那一幀那個地方，就在視頻軌道上，咱們就來做封面圖。所以說我的還是得安利這個軟件吧，因為你在這個視頻軟件裡面在這個剪映裡面做封面圖，其實非常方便。你一下子把你會用什麼 Canva 呀，用什麼PS 這些都不用了，把這些時間精力都省下來了，就在剪映裡面就可以做。怎麼做呢？就在我剛剛說的，你找到很漂亮的一幀很合適的一幀，你就在那個地方這上面加文字也好，加特效也好，加貼紙也好，隨你這麼搞，把它做成一個非常像封面的樣子了之後，就在那一幀點右上角有一個導出靜態幀，其實就是等於是截圖，只不過是它是一種高級的截得更清晰的，把這一幀給截出來單獨保存在一邊備用，它就是你的封面圖。那一般我還要做2個版本的。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模板化的，非常方便。剪映裡面有太多的那種素材了啊！你再把進度條拉到最左邊，在那個視頻軸的軌道的最左邊，它有一個設置是封面圖。你點擊那個地方的封面圖設置，再把你剛才單獨導出來的那一幀上傳到，或者說叫導入到這個封面設置的那個地方去。最後在導出視頻的時候，別忘記了再點一下，把封面圖嵌入視頻裡。為什麼把封面圖嵌入視頻裡呢？為了防止你，假如說你當剛才保存的那些視頻那些封面圖文件搞丟失了，你把這個圖直接嵌着視頻的開頭第一幀的話，以後你傳到其他很多視頻網站去，它能自動捕獲第一幀當封面圖，那樣子你的封面圖就丟不了。如果你為了剛才做封面圖而在視頻軌道上面添加的那些什麼貼紙啊、文字特效啊那些東西，你也可以去把它刪掉。我想想還有什麼啊？最後用上這一套操作流程，你多做幾次，熟練了之後，真的可以10分鐘剪一支視頻。10分鐘剪一支視頻，要是你像我剛剛說的，我打算邊開車邊錄視頻，那開車的時間就等於是白賺了嘛。
最後別的時間都沒花，只花最後剪視頻的10分鐘，然後就可以製作出一期20分鐘左右的視頻。這個不是開玩笑？也許你以後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不是在開車，而是在走路，邊走路邊舉着手機錄，那也可以，真的，最後只花10分鐘得到一期視頻。咱們新人 YouTuber 剛開始做的時候就這樣整吧，沒關係的，沒有必要那麼精緻，你搞那麼多別人不看，有那麼意義呢？是吧？再補充一點啊，可能有的完美主義者還是放不下這個執念，他可能會問我啊，你這種純是對着鏡頭口播，一點演示畫面都沒有的話，你講的那些軟件操作層面上的東西，別人怎麼看得懂呢？難道你不應該去對着電腦錄一段那個操作畫面嗎？沒有必要，我跟你講，如果你真的聽進去我說的那些了，而且你又鑽研這個領域，你真的想認真做個 YouTuber，做個博主，你本來也應該有那個能力自己去找到我說的那些功能該怎麼用啊。這個東西現在有 AI 很難學嗎？再說了，就算你真的沒看懂，你想再問我一下，那對呀，你在評論區說，我會在評論區回你的啊。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理念，那就是後續在評論區繼續跟觀眾們溝通互動，也是做視頻自媒體的重要工作的一部分，甚至有時候可以說比你剪視頻都還要更加重要。沒有必要追求完美，在視頻裡面就一次把所有的事情都全部做好做完整。有些沒做完美的，沒做完整的，或者說不需要提前花那些時間精力的，你就放在評論區，後續再來慢慢解決。而且它還能增加你這個視頻的長期持續互動這方面的數據。好的，如果關於新人 YouTuber 我說的那2個重要的點，安全和效率，你還有什麼問題想問我的話，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我會盡快回復你的。主要就是總結一下2個點，新人 YouTuber 第一課最重要的2件事就是第一，安全，第二，效率。好的，點讚關注，一起進步。我是 Jungle，我們下期再見。